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乌克兰士兵？当然，火力军说的不是报名，而是如何训练。乌俄战争打到现在，乌克兰武装力量的动员与培训体系已经经历一场变革。从最初的30天到现在的51天，基础通用军事训练项目内容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意味着乌军从战争初期的应急补员模式，彻底转向了现代兵员塑造模式。那么，在这51天里，乌克兰新兵会接受什么样的训练？与俄罗斯、美国乃至欧洲的新兵训练相比，又有什么不同？事实证明，以前那种老掉牙的培训模式，在现代战场上已经没用了。从乌俄战争爆发一直到2024年10月，乌克兰新兵的基础训练满打满算通常也就只有30天。原因很简单，快速补员，前线人快打没了，管不了那么多，主要依赖各作战单位自己带人，也就是所谓的老兵带新兵。训练内容也非常简陋，极度侧重基础轻武器使用，只要能把子弹打出去就行。只是1个月的时间，考个驾照都不一定能拿证，更别说去前线打仗了。如果放在和平时期，或者打那些连枪都拿不稳的游击队，没什么问题。但在乌俄前线完全不够用，无孔不入的无人机侦察，加上实时的重火炮覆盖，士兵刚在战壕里露个头，对面的152毫米榴弹炮几分钟后就砸脸上了。只练了30天的新兵根本无法适应现代战场，极度缺乏必要的心理适应能力，更别提什么复杂的战术执行力了。根据内部的调查显示，在2023年至2024年间，乌克兰部分前线单位的新兵在首周作战中的伤亡率居高不下。前线甚至出现过多次因为新兵极度恐慌导致小单位战术直接溃散的致命失误。后来乌克兰寻求外援，也就是海外培训，把数万名新兵打包送往了英国、德国、波兰等北约国家受训。这其中英国主导的 Interflex 行动名气最大，初期定了5周，后来延长到了7周。只是出国培训听起来很好，但优缺点极其明显。先说优点，新兵可以使用北约标准的现代化靶场，教官也都是北约正规军的高素质人才。最关键的是，新兵能在完全安全、绝对没有防空警报干扰的和平环境下，吃得好、睡得好，专心致志地学习战术。缺点也很明显，那些坐在北约军营里的教官，可能去过阿富汗、去过伊拉克，但他们教的全是治安战，缺乏乌俄战场那种高烈度火炮战以及满天都是无人机的经验。有些乌克兰老兵从前线回来后就吐槽北约教官，说北约教官指导的战术在面对俄军自杀式无人机群时显得理想化。一直这样也没办法，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坐不住了。在2024年11月推行了一个试点项目，把新兵的训练时间延长到了 1.5 个月，也就是大约45天，强化火器训练与初步反无人机训练。经过大半年的测试和微调，尝到甜头的乌军最终在2025年7月把这个项目彻底制度化，定格为51天，目的就是通过增加学识，强化新兵的生存技能与心理韧性。这种转变并不是说以前跑5公里，现在让你跑8公里那么简单，整个训练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不再是以前那种泥腿子战术，而是高度的技术密集性，全面启用地下化设施，甚至连 VR 模拟器都开始大规模应用了。目标是培养出具备数字化感知能力的精锐步兵。那么这51天到底是怎么安排的？简单来说，这个51天基础训练营算是一个高度压缩且任务密度大到变态的系统，其中有整整42天被用来进行纯粹的实战教学和理论研讨，然后只有7天是用来给这群新兵作为必要的身体恢复日。最后还有2天是用于处理入伍后的各种行政与档案事宜。迎接新兵的第一道大餐就是心理适应与压力脱敏模块。训练的前几天被那些教官们戏称为脱胎换骨期，通过高度模拟真实的战场压力，承担新兵的心理预制。在训练场上，教官会通过高分贝的重型扩音器播放爆炸声、机枪扫射声、重型履带式车辆逼近的轰鸣声。这还不算完，为了营造出最真实的感官刺激，教官甚至会在通风受限的掩体里焚烧废旧轮胎，用来产生烟雾与焦油味。新兵要在这种视线受阻、气味恶劣的情况下完成高强度的障碍赛跑。这种训练被乌军内部称为心理障碍课程。整条路线上包含多达19个极其复杂的障碍物，新兵不仅要完成高难度的体能动作，更要在小组协作中保持大声沟通。新兵上战场后就会迅速适应炮火震荡效应，为了不把人逼疯，甚至会有专业的心理学家全程参与。撑过了心理脱敏，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射击与火器专项训练。这个模块直接占据了137小时，毫不夸张地说，射击训练就是这51天课程中占比最高的绝对核心。乌克兰国防部直接将其定位为士兵生存的基石。在这些射击课程中，新兵需要完成56种不同类型的射击练习，从制式步枪到班组支援的轻机枪，再到扛在肩膀上的单兵反坦克火箭筒，所有能在前线捡到的武器你都得摸一遍。射击姿势要灵活变换，必须学会在泥泞战壕里怎么开枪，在建筑物窗口怎么隐蔽射击，甚至在剧烈摇晃的移动平台上怎么保持准星。在弹药消耗方面，乌克兰这次也是下了血本，标准明确要求
每名新兵在这51天内发射的实弹绝对不能少于900枚。通过这种高频次的机械重复，建立肌肉记忆，确保士兵在极度疲劳或者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依然能够完全下意识地完成装弹。紧接着就是这套训练里最具乌克兰特色的部分——无人机战争与反制技术。这玩意儿战了45个小时，随着 FPV 自杀式无人机泛滥，乌军将无人机对抗列为所有人的强制性选项。新兵必须学会用耳朵在各种背景噪音中精准识别出不同型号无人机的旋翼声音，还要学会根据声音的大小和频率来判断这个致命威胁离自己还有多远。不仅要会听，还得会躲。训练内容里有一大块是掩护与隐蔽逻辑，教官会教你如何在平坦开阔、光秃秃的地形中，用最快的速度寻找无人机的视觉死角，怎么利用一小簇植被，怎么贴合地形的微小起伏，甚至怎么熟练使用特制的防热成像披风把自己藏起来。不仅单兵要变，整体的战术阵型也得变，这就是所谓的战术分散。以前那种影视剧里班组并排冲锋的画面，现在谁用谁死。新兵必须改变传统的小组进行队列，采用随机间距，降低单架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群体性伤亡风险。当然，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单兵反制也是重中之重。新兵要练习使用简易的便携式电子战干扰器，或者在极端情况下利用手里的轻武器，对着那些低空悬停、企图投弹的侦察无人机进行精确射击。除了这些硬核技能，还有一个模块——数字化战场管理与 DLTA 系统，耗时25小时。现代的乌克兰士兵不仅仅是士兵，而是传感器网络中的一个移动节点。每一个新兵都需要接受基础的数字化培训，学习怎么操作 DLTA 战场管理平台。这个系统一般安装在加固型的军用平板或者智能手机上。通过这玩意儿，最基层的士兵可以实时查看友军的具体位置、敌军暴露的坐标，甚至能看到天上友军无人机实时上传的战况动态。通过这种高度信息化的培训，即使是一个基层步兵，只要手里有个平板，就具备了直接引导大口径炮兵进行超视距打击，以及协同无人机群作战的能力。除了上面这几个核心模块，这51天里还见缝插针地安排了80个小时的战术与小单位协同，在野外和模拟城镇里练习清理战壕和防御轮换，35个小时的战术医学与自救，不教你怎么治病，只教你怎么在动脉大出血的时候用止血带保命，以及怎么在炮火下把战友拖出危险区。还有40个小时的防御与生存选项，学习怎么做土木工程加固，怎么在野外没水没粮的情况下活下去。那么问题又来了，这一套堪称魔鬼强度的51天训练营到底适不适合当前的乌俄战争？就结果来看，乌军这一套操作下来，新兵的生存率大幅上升。上面咱们也聊了，现在的战场是透明的，天上密密麻麻全是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大规模的集结和公开的装甲机动，跟自杀没有任何区别。乌克兰这套51天训练营，把战术重点从过去北约教官死磕的进攻性机动，全面转向了防御性隐蔽和分散式打击，刚好踩在无人机的痛点。前线传回来的实际作战反馈表明，接受过新版培训的士兵，在遭遇对方无人机突然袭击时，他们采取正确掩护动作，寻找掩体的反应速度，比那些接收旧版训练的士兵快了大约30%。谢尔斯基在内部报告中指出，接受过这种强化培训的士兵，在与俄军步兵进行近距离战壕交火中，胜率高达90%。现在的新兵上了阵地，已经不再是那种一听到枪响就把枪举过头顶，盲目朝敌方方向扫射的菜鸟。他们学会了利用掩体缝隙进行有节奏的点射压制，知道怎么根据战友的移动路径主动提供交叉火力支援，这就让小股部队的战斗力呈指数级上升。其次，新兵的心理韧性与单位稳定性得到了史诗级的加强，哪怕遭遇了俄军的重炮覆盖轰炸或者是重型滑翔炸弹袭击后，虽然也会被炸懵，但他们重新组织防御的速度明显加快。只要还能喘气，他们就能稳住心神，并迅速执行小组联络流程，在混乱的废墟中重新恢复数据链。新一代士兵与无人机的高度融合也能决定战局。在2.25年以来的局部反击中，乌军能够通过基层步兵单位的精确坐标引导，实现一发155毫米炮弹精确干掉一个俄军火力点。重点是，乌克兰在国内搞这套训练的最大优势就是它的反馈回路极短。他们现在的教官都是刚从前线里轮换下来的战斗英雄，这帮狠人带回来的基本是在战场怎么躲避俄军炸弹的经验。这种老带新模式能够迅速把那些在现代战争中已经不适用的战术直接剔除掉，比如那些看着好看的仪仗阵列训练直接砍掉，大规模步坦协同预演也统统砍掉，剩下的时间集中在战壕清理战以及城市堡垒攻坚上。不过客观来讲，就算训练强度再大，51天的时间终究还是太紧迫了。一个老兵的直觉需要几年时间来培养的，但乌克兰没这个时间，于是他们大规模应用 VR 模拟器弥补了训练时长的不足。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排雷。VR 系统可以在虚拟环境里模拟出几千种不同的地雷排布与鬼雷设置，这玩意儿如果在现实训练场中搞，很难完全复现不说，还极度危险，稍不留神，教官和新兵就一起上天了。不过在 VR 里，士兵可以毫无顾忌的试错，在虚拟世界里被炸死几百次之后，他们的大脑会对各种微小的视觉线索，比如极其轻微松动的泥土，比如草丛里一根诡异的细电线，产生一种近乎本能的直觉。
这种基于高科技的速成法肯定无法完全替代长年累月的专业军营服役，但在战时状态，这绝对是提升士兵技术的最优解。与乌克兰相比，俄罗斯乃至美欧的训练都有些落后。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俄罗斯现在的训练体系，那只能是极端分裂。在俄罗斯的军营里，你能看到两幅截然不同的场景：精英部队和专业技术兵种，吃的最好，训练时长也足。但针对动员兵和监狱志愿者的，那就是流水线式填空模式。按照俄罗斯国防部写在纸面上的正式规章，一个正儿八经的合同制士兵在被送上火线之前，至少应该接受192小时的纯战术训练。而那些普通的征召兵，按照俄罗斯法律，必须在后方安安稳稳地接受4个月的培训，才能进入战斗部队。如果是坦克手、雷达兵或者电子战专家这种高技术兵种，那培训周期就更长了，通常要在后方待上3到6个月。在2025年之后，俄罗斯专门针对无人机操作员建立了一套培训链，不仅军方自己搞，还直接和地方上的民用高校挂钩，给这帮玩无人机的高材生提供长达1年的系统培训，不仅不用去前线挨冻，还拿着极高的补贴。这样干的话，前线就缺兵了。于是，俄罗斯战时应急模式下的极简培训出现了。大量被临时拉壮丁的俄罗斯新兵，特别是那些直接从西伯利亚监狱里提出来的风暴 Z 成员，往往只接受了短则5天，长则10天的速成训练。这段时间里，教官只教他们2件事：拉开 AK 步枪的枪栓，以及跟随坦克作战。其他的那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按照俄罗斯的想法，这种源源不断的兵力可以抵消乌军在战术技能上的优势。当然，这么搞也是有苦衷的。俄罗斯严重缺乏专业的教官。在2022年，俄军不仅把精锐突击队折损大半，那些能在后方带兵的初级和中级军官也死得七七八八了。没有合格的老兵当教官，只能硬着头皮搞人海战术。不过在无人机领域，俄罗斯玩得挺大。从2025年起，俄罗斯把无人机操控列入了全国中学的必修课程，直接向全国的学校分发了一本名叫《无人机8到9年级》的教科书，这是强制性必修课。不仅如此，他们还搞了一个叫贝罗加的线上游戏平台，把无人机飞行、投弹、侦察全部游戏化，让全国的青少年在上面打榜冲分。俄罗斯军方就在后台盯着数据，筛选那些有天赋的年轻人。美欧那边情况好一点，但战术也无法适应现代战场。美国陆军这边就是10周基础战斗训练，被分成了红、白、蓝3个阶段。1到3周属于红阶段，给那些美国小伙子一个下马威，侧重纪律、传统、体能基础，顺带搞点防化训练。4到5周属于白阶段，也就是枪手阶段，核心是 M16A2 或者 M4步枪的射击资质认证。6到9周则是蓝阶段，进阶为战士，开始摸机枪、扔手榴弹等重型武器，最后以一场长达数天的野外训练演习收尾，也就是熔炉。这套路数在过去20年里非常好用，打打塔利班，欺负一下伞兵游泳，属于降维打击。但到了2025年，这套战术就不好用了。熔炉演习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美国所有的野外演习底层逻辑都假设了一个前提，即使条件再刻苦，只要熬到夜间，己方直升机就能带来相对安全的补给，或者把伤员安全撤离。但在真实前线，这一点有点难。撤离路线1天24小时都暴露在敌方无人机的火力覆盖之下，并且受限于和平时期，不能真的让士兵饿死或者出现高伤亡，这就导致美军很难完全达到乌克兰那种你不拼命就得死的训练强度。为了适应现代战争，美军开始进行调整，削减课堂简报和 PPT 演示，把时间塞到了野外泥地和装备修理间里。在2025年推出的新版体能测试中，美军还把那个地定跳远投球给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了更具实战意义的负重短跑。毕竟在战场之上，跑得慢是真的会被无人机炸上天的。在战术上，美军也开始进行去中心化，最基层的排长、班长必须具备绝对独立的战术决策权，这和乌克兰的 DLTA 系统以及分散式作战理念是一样的。目前，美军正在搞框架改革，把以前那种只有营级指挥官才能调动的电子战设备和侦察资产直接下放到连级，甚至下放到班级。再看看英国陆军，他们搞的是标准13周模式，在整个北约里，英军新兵培训的严格程度绝对是名列前茅。从最基础的单兵技能到战场第一救护、地图识别，最后一直推到排级规模的综合演习，英国人特别看重一点领导力。哪怕你只是个底层的2等兵，教官也会疯狂鼓励你在长官阵亡的关键时刻主动站出来接管指挥权。但观察了乌克兰战场后，英国人也默默低下了头，做出了极大的针对性修正。以前那种搭个豪华帐篷的时代过去了，英军在最近的演习中增加了大量关于掩体伪装以及如何快速拆装、转移指挥所的内容，主打游击。至于法国和德国也是各有各的焦虑。法国的外籍军团一直维持着长达4个月的魔鬼新兵培训，他们有一套传统的做法，就是把新兵直接拉到荒无人烟的偏远农场掩体里，没收手机，断绝一切外部干扰，让你在高压和与世隔绝中接受洗礼。法国极其强调万能士兵的素质，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多项技能，无论是去非洲沙漠还是东欧雪原，都能无缝切换，快速部署。德国国防军就比较有戏剧性了，他们规定2026年后的 AGA 基础训练时长定在3至6个月。但德国目前最大的麻烦不在于训练什么，而是没有人来当兵。
不过德国有一点挺务实，他们正在向乌克兰学习，弥补德军对现代大规模火炮战与无人机防御的认知空缺。总的来说，乌克兰的51天基础训练营，它绝不是一个完美的可以写进教科书的终极方案。但在资源极度受限、生存压力极度巨大的背景下，这绝对是军事教育体系的一次进化。与此同时，全球的军事强国都没有在这场冲突中闲着，全都在疯狂寻找自己的补课清单。北约集团也放下身段，通过邀请乌克兰教官反向授课，改革基础体能测试，重写战术手册。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自己能适应这51天的训练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